关于中美洲古文明，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否有人在金字塔顶端被祭司剖开胸膛取出心脏，然后被砍下的头滚落长长的阶梯，血流成河的画面呢？的确，但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更深入的理解，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精神世界中。我们印象中，每个文化都曾经生猛或所谓残忍过。无论欧亚非洲，只要是人类，都有杀人如麻的记录。但有谁重视血到这么至高无上的地步呢？真的非中美洲莫属了。但他们是嗜血吗？像以前中原人说野蛮人那样茹毛饮血吗？看完这集，相信你就能体会血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了。本片除了血的宇宙观之外，还会提供神如何喝血、人如何取血等等具体做法。如果你听到这里已经很兴奋的话，请记得按赞订阅，让我知道。参考资料杂志。神话层面，血推动宇宙运行。在中美洲天地形成的神话中，大地之神被羽蛇神跟剥皮神撕成碎片，变成了大地的表面。虽然其他神想补偿大地之神这个巨大的贡献或牺牲，但是大半夜他还是会哭着喊：我想吃人类的心脏啊！你们若不给我，我是不会闭嘴的。我如果没有被人血灌溉的话，我是不会长出水果给你们吃的。所以人类得一直奉献血给大地之神，大地的生产循环才会继续运作。而在太阳的神话中，现在天上这一颗最后的太阳也要求众神说：我要你们的血，你们的生命力，还有你们的服饰。人类要以这些来交换这个太阳的劳动，好拜托它再度在苍穹运行。连众神也只好听这一颗太阳的话，开始忍痛割自己、刺自己，把血喂给太阳。但没想到太阳喝足血后，竟然还说不够。最后得靠风神用吃奶的力气去吹太阳，太阳才终于开始动。听到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血的奉献几乎是永远不嫌多的，因为众神永远很饿，动不动就突然说我饿了，我不干了。身为一个太阳，竟然还吃饱赖在地上被人家吹着跑。所以在古中美洲人们的认知中，血是一个让宇宙继续运行的必要条件，是让黑暗与光明交替、干湿季节交替的一个燃料。血促成了人类的产生。古书里关于人类初始的神话中，有一段写道，羽蛇神下到冥界去，把一些人类骨骸带回地面上。为了让这些骨骸重获新生，羽蛇神把这些骨骸在碗里磨成粉，然后刺穿自己的鸡鸡，把流的血跟骨粉和在一起。而在一旁的众神也开始自割或割自己的舌头，提供血液。最后这些骨骸终于重获新生。现在我们知道，原来神当初就是提供自己的血造了人，而不是只有人类单方面付出给神而已。血这种好东西，血也能回春或增强力量。古籍中也提到，古人会在神像面前从耳朵或手肘取血，然后把血倒入雕像的嘴里。吞了血后，这些雕像看起来不像是石雕了，而看起来像是小孩子。还有一段提到，某个国王布置了一个皇家可可植物园，落成时他叫工人割伤耳朵，把血洒在果园，好让植物长得又快又好。古书中，血也常常跟绿松石或鲜花一起出现，而精液也是血的一种衍生物。水本身也跟血紧密相关，血被古人称为珍贵的水，而雨也同时代表神的血。血也被认为跟一些神圣充满生命力的物质有共通性，例如玉米、玉石、树干的汁液。对古中美洲人来说，万事万物都像是动物，都有血，都是可以用血来交换精力的。
血也象征火的一切具体力量，跟太阳也有关，跟体温也有关。血也跟时间的开始与继续运转有关，尤其是在日历的起始或终结时，或大战结束而即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时。血也跟祖灵、权力或神圣的生物有关。西班牙人不懂，西班牙人当时不懂的事可多着了。他们目睹或经历许多惨痛的遭遇，这些以后有机会我会再细说。但这边要给你看的是有趣的，我们看到大多数古书中出现的血是有边界圈起来的，它们不会四处渗透或蔓延到周边的物体上。可以感觉那些血也像是一个物体本身。而殖民后呢，西班牙人很想改变原住民的信念，所以修道士要求画古书的这些原住民把这些祭祀场景里的血加上像这样血淋淋没有边界很液体流动的样子。这样一来，这个画面呈现的意义就悄悄地转变了。怎么取血？最多是容易流血取血的部位，像是耳朵、舌头、指腹、手臂、小腿。谁的血？从摇篮中的婴儿到祭司，无论男女老少，所有人都可以奉献血。然而最珍贵的血是战俘、奴隶的血，他们在太阳祭典中会被规律的献祭。在仪式中，那些勇猛的战俘会被多次割伤取血，最后取出心脏。取血工具有黑曜石匕首、龙舌兰的刺或是骨针。制作骨针常用的动物骨头有老鹰，它代表太阳与天空；美洲豹代表大地与地下世界，也是骁勇善战的象征；还有美洲狮、狼与鹿等等。有时这些刺跟针也会直接被当作贡品献给神，不知道是不是要叫神自己刺自己的意思。怎么给神喝血？把流出的血盛在碗中，用一张纸浸湿，抹在神的嘴唇上。如果是从舌头取的血，有时会直接吐在神的身上，或有时把碗里的血泼在神像的脸上、身上，或往上泼向太阳。如果把血滴入火中，代表可以强化太阳之火。那些浸满血的纸，有时会在仪式中被烧掉，有些会被串起来收好，有些则贴在神像上。曾经记载有一个神像全身贴满像手掌一样大的血纸，而那些血纸是吸饱来自最勇猛的战俘心脏的血。当西班牙人来时，这个石像已经被用8万张血纸包裹着。祭祀祖先也会用这种血纸，贴越多就代表祖先被祭拜的年代越久远。神怎么喝血？这里有2种蛮文雅的喝法，他们有2种吸管，一种是玉米杆，一种是标枪。人可以喝血吗？一种类似天神附身的祭司，他们在仪式中会把手指伸进盛满血的碗中，然后吸吮手指，随后他们会开始呻吟并假装生产，象征血带来的生育与生命的力量。当祭司祭祀的时候，也许会得知一些往后的命运或是天机。如果令人难过的话，祭司可以喝下一种遗忘天机的饮料，是可可跟洗刀子的血水，再混合一些迷幻剂喝下去，据说可以忘记一切。在祭典中，如果有勇猛的战士胆敢伸手指进碗里并吸吮血液，他们一吸完就会开始暴冲，然后被神附身的祭司会在后面追他。一般来说，血是神圣的，只能给神喝，人不能喝。要是你喝了战俘的血，得到强大力量的同时，也等于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出去给神了。一般的情况呢，人只能喝另外一些增强精力的饮料，像是可可、玉米浆、花蜜、蜂蜜或是龙舌兰做的像小米酒的 pulque。 自我牺牲的仪式，自我牺牲 auto sacrificio， 它的目的有维持宇宙的平衡，向神求助，或由此进入恍惚或狂喜的状态，跟超自然界沟通，净化灵魂与环境，
苦行与赎罪等等。在阿兹提克帝国中心的大神庙 Templo Mayor， 目前收集到的209件祭品中，有 25% 跟自我牺牲的仪式有关，可见自我牺牲是很重要且常见的行为。自我牺牲也能圣化仪式场所，还有祭品。龙舌兰的刺用完以后会刺在一个草球，看起来很有成就感。当新统治者即位时，也有自我牺牲的仪式，或是战前的仪式，也包括自割流血的仪式。在大神庙某处有发现有一次埋了几百根龙舌兰的刺，那可能就是战士们在战前的仪式。或是新建筑落成时，祭司也会把血跟燃烧的树脂一起倒到地上的一个洞里，象征喂养血给大地之神。所有的仪式之前都会有禁欲、睡眠剥夺、禁食，或是在身上到处自残、制造伤口、流血等等。这些苦行有净化、清洁的意义，代表臣服于神或是对神施压。一般平民也可以自己收集血，装在盒子里，再交给祭司将血奉献给神。自我牺牲是古人日常的一部分，无论白天晚上，私人或公共活动，都时常在进行的。古中美洲人有时也会将遗骸跟血混合以后烧掉，好增加遗骸的力量。因为火可以打破不同的空间，人与神的界限，也可以帮助亡者迎接踏上冥界之后会遇到的种种挑战。透过血和火，祭品也会被圣化，到达天上被众神拿到。祭品经过血滋养以后，也会更有力量。而血也是沟通人间跟众神的桥梁。如果将血埋起，等于是直接把血交给植物与雨神，可以很直接的滋养种子，使它发芽变成食物，最后滋养众生。心得：如果我可以确定神会高兴，现在我就立刻去自残了。我的确可以体会在身上穿洞流血有一种快感。如果知道这样可以取悦神，又可以造福万物，那我肯定常常做啦，根本是皆大欢喜。难怪捐血跟刮痧等等，总是让人有一种很深的满足。古人在焦虑或诸事不顺时，可以流血自残、祈祷。那现代人我们呢？实在是有点令人羡慕，因为大多时候我们已经没那么笃定可以跟神讨价还价了。苦行自古以来都是各宗教信仰必备的元素，而现代也有许多合法的自虐方式。我们也许会从中得到现世的回报，但意义上已经跟神断开连结了。这就是现代人的孤独。实境：假设你现在想要进贡给王母娘娘，你很清楚知道娘娘会收到贡品，虽然也不见得会满足你什么，但至少她会很高兴。那也应该算是一种唾手可得的日常小确幸了吧。讲到这你就明白我的暗示咯，该按赞订阅咯。其实相反啦，是我做影片献祭给你们，是吧？深刻时间，让我们诚实回到古人的这些行为上。如果现在世界某个角落有人在以宗教名义杀人自残，相信大家一定会震怒，且派联合国部队去逮捕这些邪恶又脑残的疯子。但这些事若发生在以前呢？当所有人都认定这是天地运作的规则呢？现在看起来很明显的迷信，为什么有人愿意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无比认真的研究、客观呈现，让我们知道曾经有这些事，某个时空的人类曾经这样活着呢？知道这些到底有什么用？这是一个很难辩证、很难说明的事情，有时几乎跟艺术或诗一样。但无论如何，它常直接地提供我们一种很深的满足感，让我们看见人类一路以来的历程，或曾经真实存在的精神世界，而我们现在身处的认为理所当然的价值，说不定在很久以前或是很久以后也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所以接触这些古老的世界，
似乎也让我们某种很深的孤独被缓解、被化解、被消融的感觉。非常感动你的收看跟收听，我们下次见。